7年之痒不单是讲婚姻，权力也会过敏。从掌管军委政工部的干部样板到落马一场空，苗华也只用了7年的时间。这位曾经给人感觉一身正气，口号喊得比谁都响的苗主任，如今成了军队清洗名单的 C 位红人，而且被传还即将戴上反党集团头目的大帽子。而且在北戴河的浪花还没拍上习近平凉鞋的时候，军队已经悄悄展开一场大清洗，内部肃清流毒的信号全面升级。这是要肃清谁的流毒？解放军报没直接说，但看得出来，从苗华开始横扫何卫东、何鸿钧。有消息说，军中还会有一大批将领落马，连中共公安部的刀把子都给换了。要问这波风暴谁是赢家，非张幼霞莫属。他把该拿下去的人基本上都拿下去了，临走时还不忘喊一嗓子，现在开始要全面肃清流毒了，个人注意站队，整体注意队形。观众朋友，您别眨眼，血雨腥风的军中无间道已经开演，只不过官家还没给上字幕。您好，这里是大时局，时刻更新，我是明天。想当年苗华可是军中的表率人物，担任政工大总管，军队思想教育全听他的。作为中共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他掌握的是将谁提拔、将谁冷冻、将谁写进内部简报的大权。也就是说，你当不当得上将，不看你会不会打仗，得看苗大人批不批，你效的够不够忠诚。结果呢，去年11月国防部一纸声明，苗华涉嫌严重违纪，停职检查。今年3月，他被拔掉中共全国人大代表身份，6月更是被踢出中共军委，这不是小感冒，是政治癌晚期。独立时评人蔡胜坤爆料说，他得到的消息是对苗华的定罪很重，把他说成是中共建军以来最大的反党集团。可以想象苗华的下场会非常糟糕，可能会遭重判。估计苗华自己也没想明白，自己明明是习家军的头等马仔，怎么就从功勋变成毒瘤了？建军以来最大的反党集团的头子之一，这帽子一扣，恐怕连郭伯雄和徐才厚都得让位。俗话说，一人倒霉，全体遭殃。苗华这一落马，整个中共政工体系就像被打开阀门的水管，喷涌而出一堆有问题的军队干部。这场军中风暴当然是以习家军人马大步撤退为战斗结果的。自2023年火箭军腐败案曝光以来，已有数十名将领落马，包括2任中共国防部长李尚福和魏凤和。如今除了苗华，消失的他还有中共军委副主席何卫东和中共军委政治工作部常务副主任何鸿钧，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武警司令王春宁等，但是到现在都没有得到官方的承认。这些人的共同特点都是亲袭的高级将领。蔡胜坤还爆料，现在被清洗的将领越来越多，但公开的比较少，以后可能军中还会有大批的将领落马。中共中央军委近日已印发规定，要求全面肃清流毒影响，重塑政治干部形象威信。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紧接着一连3天密集刊登评论文章，措辞更像刑场训话，立下了不少铁规矩、硬杠杠。什么要当斗士，不当绅士，什么勇于揭露问题，什么该斗争时必须果断亮剑等等。这不是在搞教育，而是在放狠话。谁还想当政治绅士的，就准备当失踪人口吧。过去说枪杆子出政权，现在是整肃政委保军魂。军中大动作宣传向政治干部开刀，还是绕不过前军委政工部主任苗华。苗华不只是自己掉了，他留下的流毒也要被彻底消灭。虽然军报没直接点苗华、何卫东的名字，但大家都知道这回诉的是谁的流毒。这究竟是张幼霞在小试牛刀，还是习近平借机摘清自己？
你认为哪种可能性更大？我本人觉得张幼霞动手可能性更大。张幼霞在军中的实力不靠喊话，靠的是手里的枪杆子。现在可好了，苗华拿下了，何卫东不知道去哪儿了。看来张幼霞是直接拿下整个军委的人事权，这不是接管，这是清场。只不过清场的工作还在火热进行中，在中场大戏播出之前，怎么的也还得给习近平留点薄面。军报中还是要提上老习一句，只不过不再说要忠诚习，要习主席放心这些话了。这军中整肃才刚拉开序幕，公安部也在悄悄换刀。新上任的公安部特勤局局长凌志峰是谁？多位时政大 V 说他是蔡奇的人，是从浙江提拔上来的打手。这特勤局是专管副国级保镖的部门，在王小洪手里的时候，差点替代了中办掌管的中央警卫局。或许王小洪老了累了，习近平怕他撑不住，这把刀就干脆交给了蔡奇系。但问题是，蔡奇还是不是习的人？近来连续2次陪同习外出的活动，他都没有出场，却跟张幼霞紧紧站在了一起，在七七事变纪念仪式上共同出场了。估计习近平的心中也非常郁闷，这嫡系怎么都跑敌营去了？现在习近平阵营还剩下谁？王小洪应该是更忠心一些。单据蔡胜坤预测，王小洪已经68岁了，接下来会把公安部长的位置交出来。如果中共四中全会不交，到中共21大是肯定要交的。这换枪换刀换人头的戏码，军队整肃，公安换刀，特勤局洗牌，地方巡视雷厉风行，看似杂乱，实则一根主线，清掉习的人，架空习的权。习近平肯定想反扑，但他想捞回军权恐怕有点难。看到苗华、何卫东这些自己提拔的爱将一个个被干掉，怎么办？他现在只能在人民日报上喊喊话，强调城镇化成就与现代化方向，转移一下注意力，或许这也是他试图巩固政治遗产、挽回声望的重要信号。而这一切的背后，是北戴河会议即将登场的背景。1年1度的高层预场谈心大会将决定中共未来半年甚至几年的人事布局。您别忘了，一直有传言说习近平可能几个月内退位，是真是假不一定，但风向是实打实的变了。一场关于军权、刀把子与未来人事的清算风暴正在席卷中共体制内最深层的腹地。下一个苗华会是谁？等北戴河开完会，我们一起往下看。苗华祖籍江苏如皋，1955年出生于福建福州。据知情人爆料，他从小在军队大院长大。1969年，在广大青年学生浩浩荡荡的上山下乡的大背景下，芳华正茂的苗华已经参军入伍，穿上了人人羡慕的绿军装。这印证了苗华的父亲有中共军队背景的传闻。后来他入读国防科技大学管理工程专业，获得本科学历。苗华还能主打一个就近当兵，曾经长期服役于驻扎在福建厦门的南京军区第31集团军，从士兵一直做到中共政治部主任。31军一直被看成是习近平最信任的嫡系部队。1985年6月15日，习近平32岁生日当天当上福建厦门市副市长，一路干到2002年的福建省省长和省委副书记。在这10多年的时间里，苗华和习近平有着很多的工作交集，两人关系密切。习对苗的好感和信任应该也是在那个时候建立起来的。习近平上台后，在军中掀起反腐风暴，先后拿下中共前党魁江泽民的亲信、前军委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并下令清查徐郭任内提拔的所有将领。当时就有报道称，习近平要彻底整顿海军，亲自点将苗华出任中共海军政委。于是2014年年底，苗华就从兰州军区政委直接空降，成为首位陆军出身的海军政委。
苗华走马上任后，接受陆媒专访时立马表忠，向习看齐，维护核心，没有辜负习近平对他的用心栽培。2015年7月，苗华又被提拔为上将军衔，成为当时最年轻的一位现役上将。2017年8月，他再次高升，担任中央军委会政治工作部主任，分管全军意识形态、政治和人事工作。当然了，人事上最终拍板的还是习核心。就这样，在习近平的关照下，苗华一路飞黄腾达，从一个基层军官飞进中南海，跻身中央领导行列，还是中共第20届中央委员和中央军委委员。这一连串不寻常的升迁动作，苗华被认定是习近平格外宠信的军中重臣。到了2023年，习近平开始了新一轮军队高层的大清洗，他的王牌军火箭军的高级将领几乎全军覆灭，他亲自提拔的上将和国防部长也都纷纷落马。但军中不可一日无帅，习近平紧接着抛出来的2个任命都是超级的大冷门，确实让众人跌破了眼镜。参谋出身的中共海军副司令王厚斌升任火箭军司令，参谋出身且没有实战经验的海军司令董军升任中共国防部部长。不知道是因为朝中无大将，还是因为苗华对海军比较熟悉，反正是他把这2位海军的将领推荐给了习近平，才获得了习的任命。不过这个时候事情似乎起了变化。2024中国新年刚过，苗华人在家中坐，一顶军中第一府的帽子从天上来，啪叽一声砸在他的脑袋上，难免惊出一身冷汗。这阵风肯定也吹到习近平的耳边了，不禁心神不宁。朕的爱将又是军中第一摊，还在全军安插自己的苗家军，都威胁到朕这儿了。这场剧情起源于台媒上报发表的一篇文章，习近平军中还有沉默巨虎。随着文章横空出世，一顶巨虎的帽子在空中乱飞，着实让人坐立不安。文章中说，苗华是习身边的沉默巨虎，还在全军安插自己人。新国防部长董军、新火箭军司令王厚斌、现任海军司令胡忠明、东部战区司令林向阳等均是苗华的亲信。文章中还说，海军底子很烂，政委更腐败，由习近平的亲信苗华来打理，就能不腐败了吗？在习的第1个任期，海军就是腐败的重灾区。2014年至2018年期间，海军有多名将领跳楼自杀，其中的海军副政委马发祥当时就震动了习近平。习曾在内部表示，没想到海军高层出现了这么大的问题。而军方政委在干部任免上有极大的话语权。由于苗华是中央军委政工部主任，全军所有的政委都是他的马仔和眼线，军中升迁都要他点头才能向习呈报，所以将官们都要来抱苗华的大腿。所以之前有人怀疑苗华是军中巨虎，也是有道理的。巨虎的帽子也是不能随便乱扣的。现在看来，有人递帽子，有人帮按住头，军中巨虎这顶帽子就这么稳稳地套上了。苗华只不过是军中戏台上的又一个倒霉角色罢了。旅美政治学者本身是军2代的王军涛曾透露，苗华的发小曾说他没能力，他上任时就被抽调了最核心的实权，早就在躺平中。王军涛的这个朋友小时候和苗华是邻居，一块长大。前年他们曾聊过苗华，发小说苗华从小长在共产党的大院里，但心里是明白的，不反共只是一个惯性，其实共产党真的完了，他们也没什么感情。这种人也不是特别积极，他也不是真正能控制局面的人，不是有本事的人。发小说苗华没有核心的实权，这是指习近平在2016年进行的军队改革，撤销了总政治部，将其原来的主要职能拆分为3个部门：中央军委会政治部、纪检委和政法委。所以苗华上任主任时，这个政治部的功能已经缩小了，
只是干些思想工作这些表面的活儿，而真正对军权要害的控制，习近平已经收到自己手里去了。王军涛还表示，苗华没有那么大的权力，更难组建自己的人马。苗华这顶军中巨虎的帽子一旦戴上就摘不下来了。苗华倒下了，而下一顶帽子已经在中南海的裁缝铺里打样了。至于谁戴，别急，下一位巨虎已经在风口等着接帽子了。北戴河的浪花也正一层层地往岸上推。这里是大时局，我是海一星，感谢您的陪伴，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